快看，这黄金盔甲是千年前大梁皇帝灵皇所造，价值100亿啊！终于找到了，把它给我扒下来！你怎么跟他长得一模一样啊？你就是大梁皇帝？什么呀？真的是我？我怎么会躺在这里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恭喜马公子经过层层选拔夺得头盔，7日后便是你和三公主的婚礼。多谢陛下！有刺客！护驾！护驾！我没死，这是哪儿？都愣着干什么？将其拿下！哎，且慢，陛下，没有摄影机，没有演员，我这是穿越了。我不是刺客，我是来自21世纪的华国的五好青年。华国？对，一个伟大的国度。敢问陛下，现在是什么朝代？放肆！竟然连我大梁王朝都不知道！我靠，大梁王朝，我真的穿越了！陛下，他砸死了驸马，当为驸马偿命。什么？我砸死了驸马？陛下，这厮着装异常，应当是北约派来的奸细，以奴才之见，杀了算了。哎，我说你个死太监，你巴巴什么呢巴巴啊？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阉人做主了？哎，是吧，陛下？你敢骂咱家？赵公公，古籍中记载有天外来客，看此人奇装异服，言谈怪异，莫非来自天外？父皇，你怎么能相信那些子虚乌有的事情啊？陛下，那古籍中或许有人乱写的。哎，怎么说话呢？古籍怎么会乱写呢？那是凭依据的，要不我怎么会从天而降来到这儿呢？说的有点道理。那你说说，你有什么特殊能力吗？你这声是不是就代表你不会？你不会，怎么能够证明你来自天外呢？哼，竟敢欺君！来人，将他口舌给我割了，打断4肢，将尸体挂在城门之外，暴晒3日。哎，等，不就是特殊能力吗？有，可以有。哎呀，还好这些东西也跟过来了。哎，陛下，这个东西叫手机，它的作用可就大了，可以将世间万物的东西关到里面去。区一个巴掌大小的玩意儿，还想关世间万物？你这是信口雌黄！来，你在干什么？把你关进去啊！来，拿给他看看。咱家真的被关进来了！大惊小怪的干嘛呀？什么关进去了？你不是站在这儿吗？陛下，您看。哎呦，还真是关进去了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
这人不是在这儿站着吗？陛下，这只是将人的三魂七魄中的一魄关了进去，如果3日之内不复位，那么他一定暴毙而亡。三魂七魄，你是想害死咱家吗？赶紧把咱家的魂魄放出来！这可不是我说了算的，除非公公对着我的手机磕3个响头，并且大喊“奴婢该死”。你……哎呀，时间不等人啊，公公。奴才该死！奴才该死！奴才该死！庶子，咱家的魂魄为何还在里面？没有啊，这宝物是我的，怎么操作那肯定是我来啊。你看，没了吧？哎呦，还真是没有了。哎呦，看来你小子有点能力啊！可是你知道，你砸死了朕的摇钱树啊！你知道江南马家每年给朝廷提供多少军饷吗？1000万，是1000万两啊！陛下，砸死他这事儿我确实有责任，但是如果公主不嫌弃，我也可以当这个驸马，马家能给的军饷我也能提供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能够给朝廷提供1000万两的军饷？不是，是5000万。5000万！只要陛下给我1年时间，我就可以给朝廷5000万，并且10万套装备。大言不惭，5000万两，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？那可是大梁1年的税收。哼，朕也不喜满口大话之人。来人，将这黄口小儿双腿打断，与马怀玉的尸体一同送去江南。不，父皇，不如就让他做儿臣的驸马，戴罪立功，如何？三公主，我没听错吧？你要选他当驸马？北渊早就想与我大梁和亲，不是北渊使团就会入京。儿臣不想离开大梁，还望父皇成全。我的孩儿，你母亲去世的早，朕去年才将你接回宫中，自然是不愿你嫁去北渊的，所以才给你举办了这选婿大会。可谁知，罢了，就依了你啊，依了你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此人来历不明，若让他进宫，奴才唯恐有乱啊。那赵公公有何高见？奴才以为1年之期太长，不如给他7日时间。若他7日后能赚到100万两，便证明其所言非虚，可信；若不能，便是欺君之罪，当杀。100万人，赵公公，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是啊，就算是京城最好的商会，3个月也不见得能赚100万两。你让他去赚，这条件苛刻了。陛下，奴才也是为了您考虑。如果他连这一点都做不到，又如何配得上三公主呢？狗太监想整我，不过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给3天就行。3天？你也不怕说大话闪了舌头？赵公公，敢不敢打个赌？你想怎么赌？就赌之后，你再看到我，每次都要学3声狗叫，如何？你若做不到呢？悉听尊便。好，就按你说的，咱家跟你赌，日后可别后悔。你们俩呀，好，今日赌约，朕坚定其中。走，起驾！恭送陛下！陛下！父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刚才多谢公主替在下解围。别自作多情，本公主只是在帮自己而已。这公主个性还挺足的。哟，妹妹，10年前克死亲生母亲，现在连未过门的驸马都被你克死了，你可真是个灾星啊！这2位是？大公主和大驸马。怎么好像在哪里见过？东篱宫
不欢迎二位。唉，妹妹，我是见你死了驸马，关心关心你，没必要这么无情吧？妹妹，你这驸马候选人不懂规矩，竟敢直视本宫！身材健硕，模样俊俏，倒是勉强可以当本宫的男宠。你身上有刺吗？妹妹，伶牙俐齿可不讨喜呀。我这妹妹性子寡淡，无趣的很。回头你要是觉得闷得慌，可以来我凤栖宫坐坐。公主，你闭嘴！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听说妹妹的驸马和赵公公打了个赌，本宫也想和妹妹赌一赌，不知妹妹有没有兴趣？你想赌什么？就赌他。若他输了，妹妹把他借给姐姐玩2天；若是他赢了，我便帮你从靳婉容手里拿回你娘的遗物，如何？我娘的遗物，我会亲自拿回来，不劳姐姐费心了。怎么，妹妹是怕输吗？大公主，我家公主是觉得没有意思，不感兴趣，不如加点筹码。闭嘴！你胡说什么？放心，我能赢。你想加什么筹码？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这些时日，你可一定要注意身体，不然到时候发挥失常，本宫可不好对付。还愣着干嘛？回宫！你跟他说了什么？秘密。他可不是省油的灯，你小心别惹火上身啊！哼，你敢调戏本公主？我在想怎么才能快速赚到100万。那你想到了吗？当然，不过我需要公主帮我准备一些东西。什么东西？花、酒、水、茶、盐煮研磨、罐子、手绢。你打算用这些东西赚100万两？没错。这家伙在捣鼓什么呢？好了，搞定。这是什么啊？好香啊！这个是能赚钱的东西。不过呢，公主要借我一件衣服，还有假发，否则我这身行头出去恐怕不太方便。哎，公主给的这身衣服行啊，这假发也挺合适的。哼。老板娘，有个生意你做不做？没空。一本万利的生意你不做呀？哼！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烦呢？老娘算了2个时辰了，被你给打乱了。没有看到外面写着今日停业吗？不好意思，没看见。哼！你们这些公子哥儿啊，隔3差5就往我天香阁跑，不就是打老娘的主意吗？告诉你，老娘对你们这些小屁孩没兴趣。哼！
模样身段不错，就是脾气暴躁了一些。哼，掌柜的，我刚看你在算账，我帮你把这些账算好，然后你给个机会，咱们合作一次。你会算账1刻钟全给你搞定，1刻钟全给你搞定。刘掌柜，这人就是个神棍，你可别相信他。哎呀，驸马爷，您又来给公主买香囊了？你们这天香阁号称天下第一香楼，可却没有一款香囊能打动公主，名不副实啊！哎，驸马爷您说笑了。公主可是说了，1个月之内没有一款香囊让她满意的话，我看你就别干了。驸马爷，请公主放心，我们厢房的师傅已经在连夜研制了。好，本驸马就静候佳音了。你小子，我警告你，别动歪心思，否则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你今天没刷牙吗？嘴这么臭。你什么你啊？在公主面前跟条哈巴狗似的，出来跟我耍什么威风？我什么我呀？你一个驸马，活得还不如太监。我要是你啊，我就找块豆腐撞死算了。好，很好。等你输掉赌约，看本驸马怎么收拾你。恐怕你要失望了。我不仅不会输，还会给你戴一顶帽子，信不信？哼，老板娘，你那账还算不算了？老板娘，还算不算了？算。不过你说好的1刻钟，要是算不好，看我不收拾你。1刻钟算这么多，本驸马堂堂状元也不敢说能在1刻钟之间完成，你凭什么？凭我比你帅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难道这就是赵公公说的手机？好了，算完了。我反复核算了一遍，应该是你店里的伙计偷吃了的。这些挨千刀的，难怪老娘发现收拾不对劲儿。公子可真是谢谢您了。举手之劳，不用客气。哼，一些小伎俩罢了，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。哎呦，大公主！秦风拜见公主。你敢骗我？哦，不是吗？哎呦，看错了。老板娘，那咱的生意还谈不谈了？谈。不过，你想谈什么呀？秦大驸马，我们俩要谈生意，你感兴趣吗？林天，你别太得意，本驸马迟早让你后悔。什么味儿啊？这么香啊！刘掌柜，这叫香水，香味的挥发和纯度比香囊高出10倍。这款香水，你认为公主会满意吗？奇怪，这香味怎么有种若即若离的感觉？时而很香，时而又很淡的感觉。嘿，这是你研制的吗？没错，并且这只是其中一种香味。我可以给你制作方法，你们可以开发出很多种香味来。喂，你想要什么？除了身子不行。刘掌柜，你天生媚骨，长相脱俗，你的身子岂是区区一罐香水就能得到的？我就只想要100两银子而已。什么？100两？没有。你还不如要了我的身子呢。刘掌柜，如果公主喜欢这款香水，你天香阁就能继续开下去，
到时候再利用公主的名气，将这款香水取名为公主香，何愁不能大卖呢？可万一公主不喜欢呢？你可以先给公主试试啊，如果她喜欢，你再给我钱就行。好，那我这就进宫一趟。我也要回宫，不如一起。正好路上给你说说详细计划。讨厌，轻点儿。废物！让你给本宫寻一款香囊，这都多久了？没一款是本宫喜欢的。公主，是我没用，请息怒。你是挺没用的。要是父皇知道你是个天阉之人，你说会不会废掉你这个驸马？公主饶命！公主饶命！求求你不要告诉陛下。过来，给本宫捶捶腿。迟早有一天，我要让你跪在老子面前求我。参见公主。平身。刘掌柜，你来干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好香啊！公主啊，这叫香水，比传统的香囊和香薰气味纯10倍，并且留香持久。拿来吧。香，太香了，本宫喜欢。这是你天香阁研制的吗？是的，公主。你敢欺骗公主？你不是说相仿的师傅还在连夜研制吗？怎么突然就研制出来了？说，这其实是一位公子给我的，这人驸马认识。啊？你是说，今天在你天香阁的那个人？啊？怎么是他？不可能。谁？林天。好狗不挡道！那你确实应该让开一些。算了，懒得跟你计较，反正你也活不过明天。不好意思，100万我已经赚到了。笑话，才过去1天，你敢说赚到了100万两？钱呢？你倒是拿出来给咱家瞧瞧。钱自然会有人奉上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咱家这就去禀告陛下来东离宫。要是你拿不出钱，就是欺君，你就准备受死吧。对了，三公主有事找你，让你赶紧去一趟。想不到这妮子还挺有料。不对，他不是找我有事吗？怎么？糟糕，难道我中毒了？这老狗想害我啊！谁在那里？林天，你跑这么快干什么？撞疼本宫了。你盯着本宫做甚？哦，对了，这是刘掌柜给的100万两银票，让你把制作方法交给我。你干什么？别这么猴急嘛，
这可是在东离宫，被静云溪发现就不好了。别这么粗暴嘛！按照赌约来说，应该是本宫伺候你才对。来，别躺着。这药效也太猛烈了，你不喜欢这样，必须要控制住。还是说你想玩点更刺激的？好，本宫成全你，但你下一次可要好好伺候本宫哦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妹妹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说。无耻！滚！给我滚出东离宫！你在干什么？怎么能做出如此下贱之事呢？父皇，我今天是来给林天送银票的，他发疯似的将我拖进房间，还请父皇明察。银票是什么？他不是和赵公公打赌3日内赚到100万两吗？他真的做到了。他如何做到的？他研制出了一款香水，天香阁掌柜愿意花100万两购买制作方法，但是掌柜有事先回去了，所以将银票托于我，转交给林天。没想到这小子还真做到了，不过跟咱家斗你还嫩了点儿。想不到他还真有点本事。陛下，这厮心术不正，才来宫中2天就犯下此等大逆不道之事，陛下定要严惩啊！老狗，你真是好手段。你居然没事？哼，林公公认为我会有什么事呢？那我来帮你说，你想问我不是中了你的毒吗？怎么会跟没事一样，对吧？什么毒不毒的？你别胡说八道！你意图谋害3公主，狼子野心，其心可诛。谋害我？没错，公主，这老狗给我下毒，告诉我你有事找我，意图利用我。陛下，不要听他胡说，老奴对陛下忠心耿耿，天地可见。公公这浮尘还挺特别的。我给咱家。公公紧张什么？难道这里面藏着什么秘密吗？这什么？这个是迷药。迷药？你刚才如此发疯，莫不是中了这迷药？就是他。赵公公如何解释？陛下，都是老奴的错。老奴因林天让我受辱，便怀恨在心，想利用迷药陷害他。可老奴绝对没有陷害3公主的心思。你个老东西，敢陷害云溪，你是不是活腻歪了？陛下饶命啊！陛下饶命！朕念在你侍奉我多年的份上，死罪可免。谢主隆恩。父皇，但活罪难逃。从今天开始，削去你大总管之职，贬去御马监，养马去吧。多谢陛下。这老狗可是准备陷害公主啊，就只是降个职。赵公公劳苦功高，对大梁忠心耿耿，我相信他不是有意陷害3公主，只是一时做错了些事情。3公主，你觉得呢？父皇说是便是。这皇帝还真是偏袒这老阉狗，难怪他这么嚣张。不过这事可没完。陛下，我和赵公公打赌一事，是我赢了，他是否应该履行约定呢？当然要履行了，我大梁国以信立国。我好狗，记住了，以后见到我一次叫一次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父皇，你怎么了？2位公主别担心，陛下这是老毛病了，隔三差五就犯一次。父皇得了什么病？病因不明。御医都查不出来吗？查不出，这药丸还是萧贵妃从南疆求来的，但也只能缓解症状。都是废物，全砍了算了。生老病死皆为天命，朕已年迈，也是时候择出储君了。储君，父皇，儿臣相信您定能与天同寿。朕自己的身体啊，朕自己心里清楚。如今内忧外患，朕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
只应该找个人帮帮我了。可陛下，你膝下只有3位公主，这储君之位也没有人选啊。谁说没有？朕不是有3位驸马吗？陛下要从3位驸马中选出储君，没错。可这历朝历代都没有过先例，群臣和宗室肯定不会同意的。不同意？那就得问问我大梁锦衣卫手里的刀了。陛下所言极是，有锦衣卫在，这朝堂上下谁敢忤逆？只是这总督一直空缺，恐怕镇不住人啊。别担心，朕自有安排。锦衣卫不知道和大明的锦衣卫是不是同一个机构？林天、云溪，朕会让礼部选个良辰吉日，过些日子呢，为你们举办婚礼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大梁国的3驸马了，一定要好好的对待3公主，不要辜负朕的期望，知道吗？陛下放心。父皇，儿臣不想举办婚礼，就让礼部登记在册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呀，只要你高兴就行。回御书房。哎，父皇，我送你。哎，父皇，我送你。哼，伪君子！你说谁？陛下吗？还是我？他。可我看他还挺宠你的呀。宠我？不过是做给天下人看的罢了。这个负心汉，当年抛弃我们母女，现在又装出一副好父亲的模样，真是可笑。看来这高冷公主有故事啊！哼，难怪刚刚陛下吐血，你一脸冷漠。我还好奇呢，你怎么都不关心一句？好好当你的驸马就好，别多管闲事。本来我只想做点生意赚点钱，可你父皇似乎不打算让我过得舒坦啊。什么意思？你没听他讲吗？从3个驸马里选一个当储君。你不参与就行了。恐怕没那么简单。陛下，你真要让林天参与储君之争吗？北渊使团马上就要入京了，难道我们眼睁睁地看着3公主要嫁去北渊吗？马怀玉死了，如今也没有合适的人选，只能让林天当这个驸马了。真是便宜他了。朕撑不了太久了。陛下，无妨，你再帮我拟最后一道圣旨，便去御马监履职吧。诺。公主，我有可能成为储君了。你激动什么？就凭你这个废物，有资格成为储君吗？你连林天都比不上，更别说和2驸马段振宇比了。既然陛下给我了这个机会，那我就要拼一拼。你那方面不行，当了皇帝又能怎样呢？公主，我好歹也是个状元，并且可能成为储君，你能不能给我一点尊严？你的尊严在本宫面前就是个屁！哼，还妄想做皇帝，信不信本宫休了你？公主，是我错了，滚！驸马争储君，有意思。我身为镇北王之子，当上储君之位，还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吗？看来那个计划得让父亲拖一拖了。别跑！全都给我站住！别跑！何风妖孽，竟敢在此作祟！看本尊收了你！仙人饶命，我只是小小属精，潜心修炼并未伤人。只要是妖怪，那就得死！哎呀！这傻子公主，老子是一刻也不想释放了。等我坐上帝位，第一个就把你打入冷宫。这第一个考验，竞争锦衣卫总督之位。锦衣卫总督可掌生杀大权。我对权力没兴趣，在这世界没有任何根基，参与权力斗争，我怕连尸块都没剩下的。你怕？怕，当然怕。我之前开个公司都能被人整死，那要是权力争夺，岂不是死得更惨？公司？你可以理解为商人做生意的铺子。
哎，对了，你这宫里没有宫女太监吗？我喜欢清静。刚刚宣旨的太监说北渊使团3天后就到京城，我看你们似乎都挺忌惮，这北渊实力很强吗？很强。强在哪里啊？北渊铁骑，天下无敌。此次他们来大梁，一为和亲，二为割地，三为纳贡。我大梁文成当道，武将势弱，若是能拿回我母亲的衣物，就能召集墨门弟子，抵御外族。墨门？你母亲是墨门掌门人吗？当年父皇南下巡游，遭人伏击，是我母亲救了他，二人因此生情，但这个负心人却独自回宫，抛弃了我母亲。和你说这么多干什么？说了你也不懂。我懂，我也是被父亲抛弃的孩子，母亲含辛茹苦将我养大，本以为我考上大学赚了钱会给她好日子过，结果呢，可惜子欲养而亲不待。公主心存大义，你放心，我这就去凤栖宫找大公主，让她履行诺言。林天，你真来了。大公主，你不是说只要我赢了，就会拿回三公主的遗物吗？是，本宫是说过，不过此事有些许麻烦，不如随我回屋商榷一番。公主，这……那就别怪本宫不认账了。好，那咱们就好好商讨商讨。这才懂事嘛。这身材，要是穿上短裙，那可是宅男杀气啊！愣着干嘛？跟本宫回屋。你可想死本宫了，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多俊俏一张脸蛋儿，真是便宜金云熙那个兵女了。你若是我的驸马，多好啊！哎，本宫身体有些不舒服，要不你帮本宫检查检查？公主，咱不是来商量事情的吗？站着商量什么？走，咱们去床上，说话不累。本宫的身材好吗？纤纤细腰，黄金臀比，这身材放在我那个世界，万千宅男都为你疯狂啊！你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？是个操蛋的世界，人们为了住上房子，背着几十年的债务，为了孩子教育苦苦挣扎，为了治病倾家荡产。那你们的世界也不怎么样嘛。也不是，我们能下海，能上天，能日行千里，也能万里传音。日行千里，万里传音。听赵公公说你来自天外，莫非是真的？这个万里传音，靠的就是这个东西。可惜这个世界没有基站。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很惊讶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这不是我跟秦风吗？不是你，这个女人是我未婚妻，男的曾是我兄弟，也叫秦风。他俩搞在一起后，将我推下悬崖，我因此就来到这里。这怎么可能？他们俩跟我和秦风长得一模一样。我也觉得挺不可思议的。听赵公公说，你这个玩意儿能摄人魂魄，难道是你把他们的魂魄都关进去了？是啊，这对狗男女该死。说得对，他们俩真该死。既然本宫和你未婚妻
长得一模一样。本宫想玩点刺激的。你干什么？公主不是要玩点刺激的吗？林天，你居然敢打本宫屁股！这不刺激吗？刺激。那再玩个更刺激的。林天，你干嘛？你这不玩了，本宫不玩了。能不能把衣物拿回来？还有你，我现在就陪你去找季婉容。真的？真的。滚！都给我滚出去！这是要杀人啊！忘记提醒你了，季婉容，这儿不太正常。哎呀，妹妹，今儿个又是谁惹你不开心了？你过来，给本公主捶腿。公主，这是我的做就行。我就要她做。抱歉，捶腿这种事是下人做的。我是三公主的驸马，二公主把我当下人，是看不起三公主？二公主的母亲可是萧贵妃，三公主出身低微，你作为她的驸马就和下人一样。你是谁啊？我镇北王府世子，二公主的驸马段振宇。堂堂王爷的儿子，竟甘愿当上门女婿？难道你段家想谋划造反不成？好你个神棍，欺骗陛下不成，还敢诬陷我段家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你动我一个试试！少他妈吓唬我！老子从小习武，可不是被吓大的。不愧是三公主的驸马，竟然会用暗器。不过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被我发现了，也伤不了我。林天，你没受伤吧？多谢大公主关心，我没事儿。那就好。我深知这宫里有危险，这两样我随时带在身上。好玩好玩，这东西归本公主。别！你千万别乱动，我是姐姐啊。好玩，真好玩。敢伤我驸马，跪下，本公主饶你不死。公主饶命，饶命！妹妹，其实是段振宇挑衅在先，也怪不得林天啊。跪下！好歹我也是练过射击，跟我玩枪你还嫩了点儿。姐姐，欺负人家不玩了。林天，别跟一个小姑娘计较。妹妹，她知道错了，姐姐回去再惩罚她。其实我们今天来是想要回静云溪母亲的遗物。不可能，除非静云溪在我老爷坟前磕3000个响头，否则这一辈子他也不想要回去。妹妹，你老爷当初带兵围攻墨门，云溪他母亲也是为了自保，并不是故意杀害你老爷的。更何况他母亲也已经死了，何必为难他呢？对吧？我不管，他不磕头也行，除非把他的驸马阉了，给他手骨。哎，我说你个丫头，我跟你没仇啊，看你长得挺漂亮的，这么狠毒你。妹妹，要不咱们再商量商量？没得商量，不答应你们就滚。你不给是吧？不给。行，那等着你亲自求着云溪，把他娘的礼物亲自送给他。你想得美，要求也只有他求本公主的份儿。拭目以待。哎，你等等我。哎呀，走那么快干嘛？本宫都追不上了，等等我。大公主，你没能完成约定。靳云溪和靳婉容有仇，那我也没办法啊。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10年前，宣威将军安庆想要政绩，亲自率兵马踏江湖，不少门派覆灭，墨门就是其中一个。我明白了，什么狗屁将军，就是胡作非为，被反杀了。现在这二公主还想为他鸣不平，对吧？可以这么理解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别走嘛，跟我去凤栖宫啊。哼，有意思，本宫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，你躲不掉的。抱歉，遗物没能给你拿回来。预料之中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有办法了，不出1个月，
靳婉容肯定会亲自给你送过来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也许是同病相怜吧。谢谢你，不过我不喜欢说大话的人。说没说大话，1个月之后你就知道了。如果我能给你拿回来，你要不要考虑让我跟你睡一个屋啊？好啊，那你就要问问我手里的毒针，答不答应了？哎，你们怎么一个比一个狠毒啊？还是大公主好。你说什么？啊，没啥。哎，你喜欢暗器，回头我送你个礼物。什么礼物啊？暂时保密。北渊弃我大梁无人，母亲从小教导我，即便是女儿身，也要心怀天下，保护祖国，哪怕这天下是那个负心人的。我的公主啊，你要是杀了北渊使团，恐怕大梁和北渊就彻底爆发战争了，到时候百姓流离失所，不是你愿意看到的吧？说说而已，别当真。明日你同我一起去参加接风宴。好，那我先回房。啊，你怎么了？哎，怎么回事？蛇毒。你不是玩毒的吗？也会中毒？玩毒的把自己玩进去了，还真是奇葩。还好有我在，不然你死定了。你醒了？你救了我，我中的可是竹叶青蛇毒，你是怎么救我的？我那个世界有一种专门治疗蛇毒的解药，叫血清，通过这个注射器注入体内，就能有效解毒。那如果用这个东西将毒药注射进人体内，是不是也很有效果？大哥，你这想法很危险啊！本宫欠你一个人情，但我会还你的。得了吧。明日宴会上，你应该是众矢之的，做好心理准备。成为众矢之的也不是1次2次了，也不差这一次。相反，我倒是挺好奇，是这马背上的北渊人厉害，还是21世纪的爱国青年厉害？哼！北渊使团提前入京，朕没来得及准备，只能略备薄宴，还望贵使海涵。大梁皇帝，咱们场面话就不要多说了，开门见山吧。言语13招，你们是给还是不给？哦，久闻纳兰耶鲁次子纳兰霍性格坦率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呐。你是听不懂本皇子说话吗？别转移话题，放肆！区区一个他国皇子，竟敢对我天朝陛下无礼，真以为我大梁好欺负吗？就凭你们如今的国力，也敢自称天朝？我大梁地广物茂，文化悠远，岂是你们这种蛮子能比的？别扯有的没的！当初说好的和亲，我来京城，却听说三公主已经有了驸马，不讲诚信，就是你们所谓的文化。这小子挺狂啊！别说话。贵国呢，确实提过和亲，但是朕并没有同意贵国与我大梁谁和亲。如果贵国非想和亲的话，我马上便可以认一个义女，并封她为太平公主，怎么样？皇帝老儿，你这是在辱我北渊！大胆，敢出言不逊！来人，给我张嘴！我看谁敢！纳兰嫣然，你想干什么？季兰蝶，太上书院一边，好久不见。哼，听闻大梁是礼仪之和，却是这般待客之道，真是可笑至极。看来你们北渊也不是带着诚意来和亲的。没错，你真以为我们是来谈和的呀？我们北渊如今啊，蝗虫成灾，子民没粮食吃，为了活下去，我们要么打下你们大梁，要么你们大梁就向我们进贡1亿担粮食。荒唐！我大梁1年才产出3亿担粮食，就要给你北渊1亿，你是想让我大梁子民啃树皮吗？大梁陛下，我北渊子民连树皮都没得啃，倘若吃不饱饭，我们北渊只能举民皆兵，
南下，不就是防灾吗？我能解决。坐下，你当什么出头鸟啊？你谁啊？他就是大梁的新驸马林天。大梁的新驸马是何身份？何官职啊？没身份，也没官职。那你也敢大言不惭？回一边去，没说话的份。哼，连区区蝗灾都解决不了，还有脸说自己国家强大？真不知道谁给你们的勇气，是梁静茹吗？你敢看不起我们北渊？没错，我就是看不起你们，一群只会打架的莽夫。就算给你们再肥沃的土地，你们也只能吃土。你什么你啊？闭嘴吧你！你说你能解决蝗灾？同样的话，我不想再说2遍。倘若解决不了的话，又当如何？随你处置了。大梁陛下，不如我们打一个赌，倘若你这位驸马爷能解决蝗灾的话，便免了进贡；倘若不能的话，便要再加1亿担。陛下，千万别答应啊！谁知道这小子到底行不行？陛下，此等大事，我也不信他能解决，还是别赌为好。不赌，1亿担粮食，你们出马。林天，别让朕失望。你若是输了，朕也只能砍掉你的头，平息众怒。父皇，林天就是胡说八道的，这个赌我们不打。大梁的新驸马原来是个只会说大话的废物啊！林夕姑娘，还不如休了他，嫁给我，带你驰骋草原。就算是头猪，也不愿意嫁给你这个莽夫。更何况我家云溪，这赌我打了，就以脑袋为赌注。好，到时候你输的时候，也希望你能这么硬气。到时候我会亲自砍下你的狗头。陛下，能否让人给我抓一些蝗虫？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油炸蝗虫，很香的。大公主要不要尝尝？这能吃吗？能吃，并且这玩意儿蛋白质含量丰富，对人有利。还挺好吃，再给我来一个。公主，你也尝尝。云溪啊，味道如何？回父皇，好吃。林天，盛上来，朕也尝尝。味道不错呀！诸位爱卿和北渊使团，你们也来尝一尝。来吧。尝尝，我也来一块。秦大驸马，本驸马对这过敏，离我远点。好吃，世上竟有如此美味，驸马爷高明啊！陛下，蝗灾不可怕，北约粮食匮乏，正好可以全民吃蝗虫，能解决饥荒，又能消灭蝗虫，一举两得。贵使，你们以为如何？罢了，此番算你们赢吧。进贡一事可以作罢，但是和亲一事，大梁毁约在先，怎么也得赔偿5000万两白银。做梦，赔款不可能。我云溪说的对，赔偿那是不可能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不如再比一场。你想比什么？大梁以文立国，本公主不才，深得太上书院院长真传。今日想比试比试，若大梁输给我，就得赔偿我们5000万两。若我们赢了呢？自然不用赔偿了。这不公平啊！你们好像什么赌注也没出啊！你可以不接受啊，但是我们北渊可以马踏京城，
再将你悬于城墙之上。你纳兰霍，你太猖狂了！陛下，我就是文斗嘛，我可以为国出战。秦风啊，你身为文科状元，才华横溢，朕相信你能赢，别让朕失望啊！陛下放心。哼，林天，你不就是投机取巧而已，这种关键时刻还得本状元出马才行。这纳兰嫣然当初在太上书院就天赋惊人，秦风恐怕不是对手。既然已经选出参赛者，那3局2胜我来出题。第一题对对子，我北渊有一望江楼，便以此为题。公主，请吧。望江楼，望江流，望江楼上望江流，江楼千古，江流千古。驸马，请吧。这秦风，你愣着干嘛？快对啊！此对乃北元千古绝对，至今无人可破。这摆明了不是欺负人吗？对不出来可以认输嘛，不是还有2局吗？秦风，你能否对出啊？回陛下，容我再思考一下。没用的东西！你们大梁有没有什么标志性建筑？以前我随母亲一起到江南时，遇到过一口井，据当地人说，这口井千百年来从未断过。太好了，叫什么名字啊？映月井。纳兰公主，我们现在换人来比试，可否？你想换谁？我自己。哈哈哈，连你们的文科状元都对不出来，你算哪根葱啊？啊，别丢脸了！难道你们怕我？谁怕谁啊？不过你要是输了的话，就把你那只手给我留下，这就是换人的代价，可敢？有何不敢？林天，你别捣乱，我都快想出来了。换林天。陛下，我住口！林天，你来。是。映月井，映月影，映月井中映月影，月景千年，月影千年。月景千年，月影千年，妙啊，妙啊！我呸！我夸他干什么呀？我还以为他只是耍小聪明而已，没想到这么有才华。贵使如何呀？什么狗屁映月井，听都没有听说过，谁知道是不是胡编乱造的？此井就在江南一带，你们若不信，可以去查证。江南那么远，去查证都得10天半个月了，谁有功夫给你耗着？罢了，此句既无法对证，不如我们再比一手，谁赢则赢，可否？公主打的好主意，原定3局2胜，下一局你赢便赢了，等于说上一局是我们输掉了，何来平局？能比不能？比呀，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，不就是作诗吗？你出题吧。我作为21世纪的3好青年，脑子里装着几百首佳作，还会怕你？如今大梁和北渊水火不容，我们便以战字为题。上笔墨。我写完了。我也写完了。来年不问北暮雪，今朝还看漫天花。雷为战鼓马蹄踏，待到京都赏芳华。好事，好事！待到京都赏芳华，这是我北元必将完成的目标。不知道这位飞舞驸马写的什么打油诗啊？快念啊！怎么了？是不是写的太垃圾，不敢念了？赵公公，念吧。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醉卧沙场君莫笑，
古来征战几人回。好啊，好事！这是他做出来的。想不到这家伙还有点本事。两人的诗，谁更胜一筹啊？还用质疑吗？当然是我姐做得更好啊！明明就是我们的更好。放屁！纳兰公主以为呢？我以为不相上下，难分胜负，不如再比一手。好，那你们听好了。黑云压城，城欲摧，甲光向日，金鳞开，角声满天秋色里，塞上胭脂凝夜紫，半卷红旗临易水，霜寒鼓众声不起，报君黄金台上意，提携玉龙为君死，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，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，烽火连3月，家书抵万金，白头搔更短，浑欲不胜簪。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将军百战死，壮士10年归。这什么咒？别说话，好好听着。好了好了，林天，够了，朕都听晕了。好诗啊！最后，再送大梁群臣一首诗：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。妖孽，他就是个妖孽！姐，你怎么？我受输了。我不服！不服又怎样？你们已经输了。输了又怎么样？我不认。皇帝老儿，燕云13州，你是给还是不给？你休想！既然如此，那我北渊只能举兵南下了，好好再享受几天当皇帝的日子吧。纳兰公主，你们北渊就如此的出尔反尔吗？抱歉，大梁陛下，嫣然一介女儿身，做不了主。陛下，要不咱们还是把燕云13州让出去吧。我大梁士兵军需落后，装备落后，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若打起来，怕是以卵击石啊！还是挺有自知之明的啊！陛下，燕云13州是我大梁的要塞，就算是我战死，我也要举我全国之力和你们斗争到底。只要朕在，绝不让你们踏入我国土半步，而且朕还要扒了你们的皮。陛下说的对，我大梁不和亲，不割地，不赔款，不纳贡。你们要战，那便战。犯我大梁者，虽远必诛。说的没错，犯我大梁者，虽远必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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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都没吃饭吗？啊！信不信我把你们都给砍了？犯我大梁者，虽远必诛。诸位，都醒醒吧！不要再做那商女了。好，那本皇子倒要看看，就凭你们那些残兵败将，如何诛杀我北渊铁骑。纳兰皇子，对吧？我很遗憾地告诉你，你引以为傲的铁骑，在我眼里如同纸老虎，不堪一击。你们要是这么厉害，怎么拦不住我们？他们是他们，我又不是这个时代的人，要对付你们这样的铁骑，易如反掌。不是这个时代的人，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你只需要知道我能对付你们就行了。真会吹牛！我们北渊铁骑天下第一，你凭什么？你不信啊？不如我们比试比试。比什么？3天后，你充当骑兵，我来应对。好，好好享受这3天吧。到时候本皇子亲自送你上路。好，3日后校场见，都散了吧。
你真的有办法对付铁骑吗？有，不过我要再出宫一趟，准备一些东西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？看来公主还是挺关心我的呀。谁关心你了？这是关乎国家颜面，和你没关系。好吧，好吧，我家老婆心怀天下。你再胡说，小心我让你变成哑巴。好，好，好，你说的对啊！快看，那是什么？这个便宜驸马似乎也不错。纳兰兄，那个林天抢的本应该属于你的缙云溪，实在太可恨了。林天那个混蛋，今天3番5次打我北渊的脸，若是在北渊，我早就弄死他了。在这也不是没有机会。哦，活该呀，你就是个状元，这脑子呀就是好使。哎，二位说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林天，你来青楼做什么？怎么，门外写着不许我进来了吗？没写，但是本皇子在这儿，就不欢迎你来，滚出去！秦风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勾结外敌，密谋造反！你别胡说！难道你不知道这位是北渊的皇子吗？你和他一同寻欢作乐，究竟是何居心？你卖国贼！打死卖国贼！打死卖国贼！卖国贼！不要脸的东西，滚出大梁！一个蛮子在我大梁如此猖狂，兄弟们，干死他！干他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打死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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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卖国贼！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诸位，快别打了，思思小姐在后面看着呢。快别打了，思思小姐在后面看着呢。思思，今日是奴家出阁之日，不知各位因何事大打出手？这2个是北渊人，扬言要屠城，叫我们大梁人碎尸万段。我们看不过去，就揍了他们一顿。我不是北渊人，我是大梁人，他是北渊人。你不是北渊人，你跟北渊人在一起，那你就是北渊人的走狗。秦兄，你不说大梁人弱不禁风吗？这怎么一个个这么彪悍啊？这些都是刁民，立起大脸很正常，对吧？疼吗？你说呢？这个混蛋东西，纳兰兄，绝对不要放过他，我会让他死得很惨的。希望各位可以给我个面子，不要再动手了，可以吗？听思思姑娘的。对，歇会儿吧。二位，来者皆是客，近日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是我摘星楼的责任，不知二位想要什么赔偿？赔偿？太好了，把他赶出去，这事儿我们就不追究了。对，再砍他一双手。林天，你还有脸喝茶？说你呢，听到没有？妈的，本皇子弄死你！二位，我摘星楼从不逐客，还请2位恕罪。不如你们2位换一个要求。换一个也行，本皇子就是为了夺魁而来。既然你要赔偿，那你就陪我睡一晚上，这事儿就翻篇了。放肆！你可知我摘星楼幕后是谁？竟敢调戏我家小姐！谁啊？太上书院。太上书院？这怎么可能啊？怎么不可能？太上书院凌驾于各国之上，门生遍布天下，产业众多，摘星楼便是其一。原来是太上书院的人，是在下唐突了，给思思姑娘道歉。无妨，今日本就是奴家出阁之日，各位青年才俊皆有机会夺魁。今日夺魁成功者，不仅可以与我共度春宵，还能获得太上符一张。太上符？纳兰兄，你为何如此激动？你不懂太上符的价值。焚烧此符，可以获得太上书院一次相助的机会。以太上书院的实力，足以力挽狂澜，甚至改变命运。有这么厉害？那当然，今天这魁我是夺定了。这么宝贵的东西是我的，谁都别想抢。
本想夺魁后找花魁借点东西，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。这太上符倒是个好东西啊！哎，思思姑娘，不知这次夺魁大赛是否和往年一样比吟诗作对呢？非也，此次我们太上书院打算找到有灵根之人，所以换了一种方式。太好了，比诗词那不正中灵天下怀吗？比其他的，本状元可不一定会输。灵根？那本皇子岂不是注定夺魁了吗？我可是天灵根！诸位，你们需将手指放在此球的接口处，测灵球便会发出光芒，光芒越强，代表灵根越强。我操，这不是灯泡吗？他们从哪儿来的？我来，我先来。我来。我来试试。哎呦，发光了！真的亮了，真的发光了！小姐，此人是根好苗子。哇，我难道是天选之人？什么天选之人？让你看看本皇子的！小姐，是他，就是他了。可是大祭司说此人来自东方，所以我们才来大梁京都的。但此人明明是北渊人，不应该啊。小姐，他虽是北渊人，但此时他身在京都啊。有道理。我就说我是天灵根，这花魁是我的啦，太上符也是我的啦！难道这所谓的灵根是人体内产生的电流？但我不是这世界的人，肯定没什么灵根。不过我有别的东西可以导电。别高兴太早，我还没测呢。别高兴太早，我还没测呢。你测什么？难道你还能比本皇子的灵根更厉害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又是他？为什么又是他？小姐，小姐，你快看呐！青儿，你先淡定一些。测灵球炸了！青儿，是他，真是他，他就是大祭司要找的天人。小姐，你不是说要淡定一些吗？诸位，大家都看到了，这位公子便是夺魁之人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不服！怎么？难道你要质疑太上书院的权威？你一个丫鬟，他一个娼妓，本皇子看在太上书院的份上，才没有跟你们计较而已。本皇子有权质疑此次比赛的真实性。有黑幕，我不服！放肆！小姐是太上书院的圣女，你胆敢骂小姐是娼妓？圣女？圣女令在此，快快参拜！拜见太上圣女！你们为何不跪？我连我父皇都没跪过，怎么会跪一个女人？他怎么可以不跪？因为从今日起，他是我太上书院的贵客，也是我静夜思的男人。他可是大梁三公主的驸马，你堂堂圣女，难道要跟别的女人共侍一夫吗？青儿，将此人轰出去。是，小姐。公子，可否与夜思后庭一叙？好。公子，请坐。那个，静小姐，其实我参与这次夺魁，是听说摘星楼的花魁每次出阁会有一套金丝缝制的衣裳，我想要这金丝，不知道。公子，我连你名字都还不知道呢，你就急着要东西，会不会太不礼貌了？是我唐突了，在下林天。啊，林公子，那你觉得我和大梁三公主谁更美？啊，林公子，那你觉得我和大梁三公主谁更美呢？真是哪里都会有这种死亡问题啊！什么意思？啊，没什么，我是说你们各有千秋。这个是太上符，
有需要帮助的话，只需焚烧即可。哎，奇怪，为何你体内没有一丝灵力？没有灵力，却能让你们的测灵球发光并爆炸，这不更说明我天赋异禀吗？小姐，已经处理好了。青儿，你传信回书院，就说人已经找到了，但此人体内没有灵力，请大祭司前来验证。是，小姐。静小姐，可否给我金丝衣？我有大用。林公子，我如今人都已经是你的了，一件衣裳而已，给你又有何妨？不过你得跟我回房去。哎呀，我来把金丝衣脱给你呀。哎呦喂！你去青楼了？是啊，去准备点东西嘛。看你挺累的，需要补补身体吗？需要啊，太需要了。那本宫就好好给你补补。你干什么？你这哪是补身体，你这是补刀啊！虽然我们只是名义上的关系，但你与花魁共度一夜，呸，太脏了，不配当我的驸马。你吃醋了？可笑！我堂堂公主，有必要吃一个妓女的醋吗？谁告诉你她是个妓女的？秦风把一切都告诉我了，你还想狡辩什么？原来是这混蛋恶人先告状了，他就没告诉你那个女的实际上是太上书院的圣女吗？圣女？她怎么会在摘星楼啊？我去摘星楼可不是去寻花问柳的，而是为了这东西。金丝？你要这东西做什么？当然是对付纳兰霍充当的铁骑了。金丝对付铁骑啊？哼，难道你打算用这东西缠住马腿？太不现实了，没用的。你放心吧，我自有办法。不对，找金丝可不是你在青楼待一晚上的借口。老实交代，昨夜你是不是和那什么圣女那什么了？啥呀？就是那啥呀。啊，你说的那啥呀？没有，我们抽了一晚上的金丝，没看我腰疼吗？真的？真的呀。你好像很关心这件事嘛。公主不信的话，不如亲自验验货。哎呀，不就是摸了下手吗？这也太狠了！既然东离宫容不下我，那我就去凤栖宫。老实交代，你脸上的伤怎么弄的？昨晚去干什么了？公主，我真的是给你买礼物去了，谁知道太倒霉了，踩到了西瓜皮，摔跤摔成青一块紫一块的。摔跤能摔得青一块紫一块，能摔到脸吗？公主，我发誓我真的没骗你。再不说实话，本宫就把你阉了。公主，秦驸马当然不会说了，因为他昨晚去了青楼。你一个不举之人，去青楼干什么？哎呀，他陪纳兰霍喝花酒呢。混账！纳兰霍多次辱我父皇，你还陪他去喝花酒，气死本宫了！来人呐！把驸马拖去净身房，给我阉了！公主不要啊！公主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林天，你来这儿应该不只是为了揭穿他吧？说吧，找本宫有何事？公主真是聪慧，我来找你是想请公主帮我找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铜丝。你要这东西干什么？我和纳兰霍的比试，这铜丝至关重要。我大梁军队里倒是有铜丝，也曾用来对付过铁骑，但效果甚微。公主能搞到吗？能是能，不过嘛，要看你能拿出什么诚意了。这女人真是饥渴呀！公主，后天就要比试了，为了大梁，我得养精蓄锐啊！你在宴会上的表现，着实震惊了本宫。想不到你竟如此有才华。公主，
你只要帮我找到童思，我会让你更震惊的。没问题，但帮了你，你可不能忘了本宫啊！如果你赢了，记得来凤栖宫好好感谢人家。一定，一定。明日我一定弄死那个林天！你不可轻敌，我感觉那人不简单。姐，你就是太小心了。北原铁骑天下第一，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？相信，但心里总有些不踏实。姐，你就放心好了，明日你就等着看这大梁狗认怒吧。明天呐，此次比试，你可有把握？陛下，小婿定赢下比试。哼，大话说的未免太早了吧？本皇子倒要看看你拿什么赢我。纳兰皇子，少说点话，小心扯到脸。你什么你？赶紧比吧，比完早点滚蛋。不要着急呀，本皇子觉得单纯的比试不够刺激，咱们签个具降书，敢吗？这个具降书是个什么东西？陛下，具降书顾名思义，就是比试过程中不准认输投降，直到胜方停手而止。如果对方狠心，就算不死也得残废。看来大梁的驸马是个缩头乌龟、胆小鬼呀，连具降书都不敢签，我瞧不起你。别对我用激将法，没有用的。林天，你要是不敢签，就直接认输吧。反正我们还有二驸马五状元，你要是不敢比，就让他来。给本宫闭嘴！公主，你没有看到他脸都吓白了吗？我就是看不惯这种人，没本事还出来逞能。你是不是大梁人？昨日没把你阉了，今日你又觉得自己行了？大梁的驸马，缩头乌龟，你要是不敢签的话，你就跪下给老子磕3个响头，并且从我胯下钻过去，高喊北约万岁，本皇子就考虑饶过你。咦呀，谁说我不敢签了？不过既然要签那就签生死状，这样才够刺激。你敢吗？生死状，本皇子又不是没有签过，拿上来。赵公公，快去准备一下。是，不用了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林天，我已经在上面画押，你在上面按下手印即可生效。好，不愧是我大梁国的驸马，不仅才华横溢，更是胆识过人，朕甚感欣慰。你若能赢下比试，朕封你为锦衣卫总督。谢陛下。不行，不能让他当上总督。纳兰兄啊，纳兰兄，你可一定要赢啊！最好踩爆他的脑袋。陛下，今天的比试怎么能少得了我呢？振宇来了。上次宴会你不在场，这场比试是凌天和纳兰霍他们俩定下的。他一个文弱书生，哪里能打打杀杀？今天这比试交给我来，在我的段家枪下，没有铁骑，只有亡魂。既然二驸马愿意替我出战，那我就在此谢过了。二驸马请吧。谁替你出战了？我是为自己而战。陛下，若我赢下比试，锦衣卫总督一职，可否给我？只要赢得了这场比试，朕就赏赐你锦衣卫总督一职，就看你的表现了。好，如此，我定全力以赴。小子，你就是镇北王的儿子。既然认识我，那就赶紧认输，免得待会儿死得太难看。当初你爹就是我爹的手下败将，今日你也将成为我的马下亡魂。狂妄，看枪！
好玩好玩，砍死他！好歹也是5状元，才1回合就败了。这北渊果然强大。刀下留人，刀下留人，我认输。再说也没用了，你放心，我会给你留全尸的。住手！皇帝老儿，说好的生死不论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可是段振宇他没签生死状啊！妈了个蛋的，你这不是作弊吗？你们这群大梁人就会这点花花肠子。别急，他没签，我签了啊。这傻子，平时连段振宇都比不上，他这不是找死吗？好，赶紧去死，赶紧去死！既然你这么着急送死的话，本皇子就成全你上路。来，杀我！既然你这么着急送死的话，本皇子就成全你上路。来，杀我！驾！什么情况？一路走好。公主，皇子死了。什么？我弟弟死了？太好，这个莽夫终于死了，不然北渊落到你手里，迟早衰败。你一路走好，待本公主继承大统，定会带领北渊走上巅峰。凌天，你害死我弟，此事我和你不共戴天。签下生死状，生死不论，难道北渊不认账？认，但是这仇我也要报。你们大梁就准备承受我北渊的怒火吧。走。凌天，干得漂亮！来，陛下，好啊！朕想问，你是如何做到让那匹马受惊呢？陛下，我是利用着金丝，通过那个发电机导电到铜丝上，当马蹄踩到铜丝便会遭受电击，因此受到惊吓。发电机？是的，这叫便携式发电机，通过自身运转可以产生电流。真是太神奇了！我们是不是可以大量的打造来抵抗来犯之敌呢？如果有相应的材料，不能说打造出一模一样的，但是能打造出类似的东西，可用于对付铁骑。凌天，你真是我大梁国的福星啊！陛下过誉了。哎，这个又是什么宝物啊？瞧瞧看，陛下，不可！这个东西朝着人就像暗器一样，噗嗤。那别朝我。这叫做气枪，通过气压将膛内子弹击出，达到一击致命的效果。缺点是射程较短，且需要精度准确才行。那这款宝物是不是也可以和那个什么发电机一样进行大量的打造呢？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。妙，打造宝物此事呢，朕就交给你全权的负责，缺多少银两都可以跟朕说。来，今天朕要正式册封林天为锦衣卫总督。打造武器的过程中，胆敢有任何人来阻拦你的话，立即杀无赦。那就谢过陛下了。哎，对了，陛下，这锦衣卫总督是几品啊？正3品。正3品。陛下，这么轻易就让他接任总督，是不是太简单了？哎，老狗，你不是喂马去了吗？在这儿干什么？你骂谁老狗呢你？你一个太监懂不懂礼数？如今我可是正3品官员，还不赶紧学狗叫？忘记赌约了吗？陛下，叫，
汪！好狗，记住，以后别乱吠。父皇，二驸马虽未赢得比试，但为国出战，胆识过人。父皇是不是也应该给个官玩玩呀？这傻子公主这会又不傻了，居然知道帮我说话。哎呀，婉容啊，言之有理。这个二驸马他是武状元出身，御林军统领一职现在空缺，朕就正式命二驸马为御林军大统领。谢陛下。平身。父皇，御林军统领也是个正三品，二驸马光看勇气就能当上统领，我不服。我大公主不要着急嘛，顺天府尹啊，现在已经告老还乡了。大驸马是文科状元出身，这样就由他担任顺天府尹一职，如何？谢主隆恩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朕乏了，也累了，朕去休息了。起驾！恭送陛下。怎么样？恭喜啊，三品总督。怎么，你的男人当官了，你一脸不高兴的样子？你为什么要签生死状？那小子太狂了，我实在看不惯。不签生死状，怎么名正言顺的搞死他？那如果你失败了呢？你是在关心我吗？谁关心你了？我只是觉得，万一你死了，他们又会说我是灾星。你放心，从今以后不会有人再这么说你了。谁要是敢乱说，我就杀了他。你杀死纳兰霍，才得了这个锦衣卫总督，可另外2个驸马什么都没做，也升了官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帝王心术啊，想通过他们来制衡我。你知道？当皇帝的不都这样玩？既然他要从我们3人中选出一个当皇帝，肯定不会放任我一个人壮大。你心里有数就好。所以即便有了权力，也不要得意忘形。我懂，放心。陛下，一下将3位驸马升至3品，恐怕群臣会闹啊。哼，就是要让他们闹，闹得越大，破绽才越大。陛下希望谁当储君？你希望朕让他们谁当储君呢？奴才不敢妄自揣测。哼，记住，不该问的事不要管，做好自己就得了。对了，凌天呢，不要再招惹了，万一他哪天不高兴，就把你给杀了。诺。我这刚上任，事情正忙着呢，你叫我来所谓何事？段兄，我是觉得这储君之位非你莫属，我是不会跟你争的。但那凌天可就不一定了。凌天，我承认他有些本事，但是在争储这件大事上面，他毫无胜算。不得不防啊！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主动出击，将他扼杀在摇篮里。你有什么计划？这个凌天最在意3公主，不如我们暗中绑架3公主，将凌天引出来，然后……你疯了！绑架公主，这要是让陛下知道，你我都是要掉脑袋的。咱们又不亲自动手，假如是狱中犯人越狱，逃亡过程中挟持公主作为人质呢？哼，干了！那凌天的脑袋我亲自取。好，靳云熙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宫收集药材，等他下一次出宫之时，就是我们的机会。林驸马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张尚书兴致挺好啊，听闻张大人演练技术了得，想请张大人帮个忙。本官没那兴致，没那兴致。哎呦，三河大坝这样的建筑在这个时代可不容易啊，除非是钢筋混凝土结构，不然必塌。啊？什么是钢筋混凝土？如今工部还是炼铁技术，我可以给你们提供炼钢技术和混凝土技术，通过这2样东西修炼的建筑物，
十分牢固。这个钢又是什么东西啊？比铁还坚硬的物质。你既然说还有比铁更硬的物质，本官不信。张大人，你只需要帮我准备一些铁矿石、锰矿石和废铁，我可以亲自打出来给你看，到时候你就相信了。哎，好。不过林驸马，如果说你炼钢失败，我希望你啊不要再来工部找我了，我很忙。好，若我能炼出来，就请张大人帮我打造一些东西，如何？一言为定。林驸马，不，师傅，以后你就是我张德文的师傅。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张大人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达者为师，师傅能炼出如此坚硬的钢，实乃我大梁之幸。你要是不认我这个徒弟，德文便长跪不起。你这年纪都能当我爹了，我怕会折寿，我真是服了你了。行，来，我答应你就是了。快起来，看看这玩意儿，你能不能造出来？这是什么？这叫 AK-47。林天，你可算是来了。公主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上次说让本宫帮你的忙，这铜丝你也用了，现在不应该履行诺言，报答本宫吗？公主啊，你是云溪的姐姐，这样的待妾云溪，林天，你逃不出本宫的手掌心的。今夜，本宫就要吃掉你。云溪，什么云溪啊？我是晋兰蝶，看清楚了，本宫的身材可比她好多了。你什么眼光，一直叫她的名字？看来这药效果挺好，上一次没能吃了你，这一次你逃不掉。哎呀，你轻点儿，别这么粗暴。昨天晚上你真粗暴，不过本宫喜欢。公主，一日之计在于晨，咱们可别浪费时间啊。哎呀，你昨晚都3次了，还能行？我年轻，身体好。那你之前装什么矜持啊？没想到比我瘾还大。林天，你在吗？我在。父皇让我们去御书房一趟，说是太上书院的圣女找你有事。圣女？她怎么来了？你先待在这儿，等我们离开后，你再出去啊。我来了啊。好，你快些啊。大梁皇帝，我此番前来是想带林天回太上书院，可我听闻他已经是贵国驸马，所以想询问你的意见。啊，圣女啊，这个你得询问林天本人的意见，你觉得呢？
这世上有多少天骄，穷极一生都未能踏进太上书院的门槛，他林天自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。抱歉，恐怕要让圣女失望了。陛下，儿臣见过父皇。免礼。长得确实有几分姿色。林天，你当真不肯跟我回太上书院吗？我可不能跟他回去，不然发现我骗他们的，不就完了？我才不去呢，我在这做我的驸马，挺好的。无妨，既然你不愿意去，那本圣女就住在这儿，等大祭司来验证你的身份。大梁皇帝，您没意见吧？圣女随意。那公主殿下呢？圣女高高在上，我一个小小公主，自然不敢有意见。我听公主的语气，似乎对我不满啊。不敢。那既然如此，本圣女就住进你的宫殿了。我东离宫只有偏院了。圣女若不嫌弃，想住多久都可以。这俩女人，这是杠上了呀！陛下，不好了，陛下，城外聚集了10万灾民，扬言要起义。啊！城外有灾民？哪来的灾民呢？听口音是淮西一带的。淮西一带，数月前淮西发生了水灾，朕不是已经拨款500万两赈灾了吗？怎么还会有这么多灾民呢？500万两，官员层层经手后，把放到淮西，实不足一呀。这可是赈灾的银子，他们也敢贪污？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这还没死呢，他们是想造反吗？陛下，自丞相监国以来，百官无不以他马首是瞻，凡是不听从他的话的，都会受到排挤，臣便是其中之一。所以，臣今日斗胆恳请陛下收回丞相监国之权。丞相在朝中威望极高，若是贸然收回监国之权，恐怕会引起朝堂混乱。为今之计，只能从贪污入手，先削去他的一部分羽翼。可陛下，3、4都是丞相的人，谁敢去查呀？你难道忘了吗？我大梁国还有锦衣卫呢。林天，陛下，朕命你彻查此事，该抓抓，该杀杀。另外，城外灾民也要安抚，朕会派顺天府和御林军协助你。是。莫非3驸马就是锦衣卫的新总督？正是。可是锦衣卫已经很久没有出动了，即便3驸马当了新总督，恐怕也无济于事啊。正是因为很久没有出动了，他们都忘记了大梁还有这把刀。这把刀是该磨一磨了。宋勇，臣在。朕命你全力协助林天彻查此事。臣遵旨。哎，干什么呢？北镇抚司不得擅闯。不长眼的东西，这位可是北镇抚司新来的总督，谁敢阻拦？新总督，我们都没接到通知，谁知道是不是假冒的？快滚，否则别怪我手中的绣春刀不客气。放肆！本官可是户部尚书宋勇。原来是宋勇大人，不知宋大人来北镇抚司有何贵干呢？张提督说了，没有他的允许，谁都不能进去。这张涛还真把北镇抚司当成自己家了啊！马上把他给我叫出来！我家提督说了，今日不见。让他出来见我。你敢打我？最后一次机会，让他出来见我。谁呀？敢在我北镇抚司撒野，混腻了吧？大人，这小子自称新来的总督，可我们根本没有收到消息，小的怀疑他是假冒的。哦，宋大人，这位是新来的总督，如假包换。抱歉，我真没接到通知，所以二位哪来的？回哪去吧。好好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这是什么？总督令啊！北镇抚司提督张涛见过总督大人。这位不仅是北镇抚司总督，也是当朝3公主的驸马，要好好配合行事，听明白了吗？属下明白了，大人请。宋大人，这次辛苦你购买粮食给难民施粥，
林总督，京城这粮食恐怕买不起啊！自从赈灾以来，粮食的价格足足涨了10倍。怎么回事？这些粮食都控制在粮食大户张怀忠手里，粮食价格一般都由他主导涨跌。这些奸商趁着机会发国难财，谁给他们的胆子？张涛，在1个时辰之内，把参与赈灾人员名单带给我。还有，把这个张怀忠带来问话。如果办不到，你提督别干了。是。大人，这是参与赈灾的人员名单，您请过目。大人，张怀忠称腿脚不便，来不了。腿脚不便，那本总督就亲自去一趟张家。他要是腿没事儿，我亲自给他打断。走。赵大人，这次赚了不少钱，这100万两是孝敬您的。老张啊，还是你会来事儿，怪不得你能发财呢。还是赵大人领导有方。我不过是跟在您身后的一条狗而已。老张，你觉悟很高啊。不过我是丞相的门生，你要当狗啊，也是当丞相的狗。是，赵大人说的是。不过大人啊，锦衣卫让我去北镇抚司，我不去真没事吗？放心，锦衣卫都荒废多久了？现在啊，连总督都没有了，就是做做样子而已。再说了，就算真有什么，有丞相大人在，你怕什么啊？有大人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张怀忠，你不是腿脚不便吗？怎么还有闲情逸致在这喝茶呢？你是？这位是我们北镇抚司总督，三公主的驸马林大人。陛下竟然让一个驸马做了锦衣卫总督，难道陛下要有大动作？我得赶紧禀报丞相去。赵大人，你不是说锦衣卫没有总督吗？慌什么？总督再大，有丞相大吗？放肆！赵白金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这干什么？应该不用向你禀报吧？你什么你？我还有要务在身，就不奉陪了。站住！我让你走了吗？林驸马，我是去替丞相办事，耽搁了丞相的事情，你担待得起吗？别拿丞相压我。本总督问你，你作为朝廷官员，在一个商人家里做什么？难道朝廷官员就不能有朋友了吗？张涛，是，给我搜。大人，这是10万两一张面额的银票，足有10张。100万两！赵白金，你可真有钱啊！区区侍郎竟能随身携带100万两巨款。大人，这是张氏钱庄的银票，这钱是张怀忠给他的。张怀忠，这可是100万呢！难道是他威胁你了？大人，没有。哦，那就是你向赵大人行贿了。按照大梁律法，贿赂朝廷官员，按律当斩。当斩！张涛，在，拖下去砍了。是。大人，饶命啊！是赵大人威胁我的。混蛋，胡说什么？那你说说，他怎么威胁？前些日子，赵大人找到我，说朝廷需要采购一批粮食，让我抬高价格售卖。我按他说的做了，确实挣了不少钱。这100万两是给他的回扣。赵白金，你作为朝廷官员，却不顾百姓死活，大发国难财。赵白金，你真该死啊！我可是丞相门生，谁敢杀我？朝廷就是有你这样的蛀虫，真是一种悲哀。别说你是丞相的门生，就是丞相他自己犯了大梁律法，也照样当斩。林天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杀了我，丞相不会放过你的。张怀忠，
你作为商人，在朝廷需要粮食赈灾的时候，恶意加价卖粮，朝廷花了大量钱粮却买不到粮食，导致灾情加重，你该当何罪？大人，都是他蛊惑我的。大人，你就饶过我这一回吧，给我个机会吧，给我机会。淮西灾民吃不起饭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给他们一个机会？大人，我即日起，张家所有财产充公，张怀忠就地正法，以儆效尤。是，杀！宋大人，城外的难民应该由哪个部门负责？由顺天府负责。那就劳烦宋大人跑一趟，告诉秦风，让他搭建一些临时避难所和粥棚，安抚好灾民情绪。是。云溪呢？他出宫去收集药材了。哦，林公子，上次和你抽了一整晚的金丝，难道你不打算感谢我吗？圣女想要我如何谢啊？自然是以身相许了。上次没发现这妞还挺有料的。你不是要来检查我的身份吗？如果到时候我不是你们要找的人，你岂不是亏大了？你是不是太上书院要找的人？和你是不是我的男人？这两者并不冲突啊。大人，不好了，大人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？天狼有犯人越狱，逃走途中挟持了三公主，躲到郊外林子里去了。什么？快通知张涛，带100锦衣卫救人。张大人已经带人过去了，就是他让我来通知你的。圣女，失陪了，我得去救云溪。你去门外等着，我拿个东西。是。大人，这树林藏身的地方太多了，实在不好抓捕。这群匪徒经验老道，专挑林子里钻。但是无论如何必须救出公主，否则我们10颗脑袋都不够砍。林大人，找到人了吗？这些贼人太狡猾，故意制造混乱，我们不好勘察足迹，现在还没有头绪。行，你们歇着吧，我来。找到了。大人果然高明，这么快就找到了。敢问大人，这是何宝贝？这叫无人机，你看看他们在哪？大人，他们应该在那边。追。是。放给我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松开点，别让他叫了。刚刚跑得太急，没注意看。想不到这小妞还真是极品呢，这细样，这胸，这脸蛋儿，真是绝了啊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哎呦，我管你是什么人，在老子眼里都是而已。我是当朝三公主静云溪，你们敢挟持我，罪同谋反！吓唬我呀！老子可是死刑犯，无牵无挂。就算你真的是公主又怎么了？老子一样将你先奸后杀！哦哟，香，太香了！你要真是公主，那老子能上了公主，也不枉此生了！兄弟们，给我扒光他的衣服！等我爽完后，你们轮着来！你们这些混蛋，信不信我把你们全杀了？够了，够了，老子喜欢。不过你还是等会儿再叫，省点力气吧。等会儿再叫啊，省点力气吧。林天，
这么快就追上来了？锦衣卫不愧为锦衣卫啊，果然名不虚传呐！我就凭你们几个，老子还没放在眼里！区区小贼，狂妄！看你也是个当官的，你可听说过老子？10年前，老子一人血洗江南3大镖局，足足杀了360人，是你刀13。没错，正是老子。知道怕了吗？哈！你知道老子找了你多久吗？10年前，我躲在张府的角落，眼睁睁看着你杀了我全家98口人。今天就是你偿命的时候了。哦，你是张家人呐！要早知道你在偷看，老子就应该将你的母亲先奸后杀，再把你全家剁碎了喂狗！我杀了你！就你这武功，也想报仇？不想他死的话，你们最好别乱动。你是领头的吧？我问你，这女的真是公主吗？是。真是公主啊！老子赚大发了！我劝你赶紧放了她，不然我肯定让你生不如死！别他妈吓唬我！赶紧的，给老子准备几匹快马，黄金1000两，不然就只能带一具尸体回去了。好，只要你肯放人，不说1000两黄金，就算你要一座城，我都送给你。你能有这么大的能耐？我是北镇抚司总督，当朝3公主的驸马。你是任妞的男人呐！老子现在突然不想放人了，倒是想试试在你面前玩他，应该很刺激。你是在找死！刚刚他也是这么说的。你确定能杀得了我？这什么东西？能要你命的东西。妈的！你敢偷袭老子！上！小子，有种你赤手空拳跟老子打！利用武器算什么英雄好汉？对付你这种人，就得用不一样的手段。张涛，在，这是你的仇人，这颗头我送给你了。是，大人。想不到我刀13纵横一生，竟会死在一个毛头小子手里。罢了，死就死吧。18年后，老子又是一条好汉。没事吧？你又救了我一次，我又要欠你一个人情了。我们是夫妻，互帮互助是应当的。我看你和那个圣女才是夫妻吧？生气了？别胡说，谁吃醋了？你被越狱犯劫持并不是意外，是有人刻意为之啊。我出宫后被人从后面捂住口鼻迷晕，再醒来发现已经在这个树林了。刚刚那些匪徒只是开胃菜，这才是正餐。是谁想要害我？不知道，抓住就明白了。张涛，在上！兄弟们，保护大人！上！今天得交代在这儿。看这些人的功夫，都是江湖高手，不好对付。你还有没有什么宝贝？快拿出来！我只有这把枪，现在没子弹了呀。那你想办法拖住他们，我起码要1个时辰才能恢复状态，到时候逃走不是问题。哎呀，等什么？跑呀！兄弟们，我拼了！为大人和公主断后！怎么还没好啊？
差不多了，我们赶紧离开，估计他们也快追来了。走。不好，他们追来了。走。在哪儿？老大，刚刚这边还有光源，现在又抹黑了。顺天府尹说了，只要杀了那个男的，他就给我们升官。赶紧搜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地方。是。顺天府尹，秦风要杀我。这些匪徒都是越狱出来的，而天牢就是顺天府管辖。那我们怎么办？看不到的情况下，我没有十足的把握。不过现在嘛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。厉害的还在后面呢，你看好了。有毒，大家屏住呼吸。哇！走！好啊，终于发现你了，去死吧！东西试试。小子，你可笑！得罪了大人物，我会给你一个痛快的。完了，没子弹。呵呵，还想骗老子？我操，这么小的马竟然没晕！你在挠痒痒吗？去死！他没事，快！这次可是我救了你一命，还欠你一个人情。我发现你这个人挺较真儿的呀。我这叫知恩图报。大人，公主，你们没事吧？张通，没事儿，都死了。这些人究竟是谁派来的？秦风，大驸马。走吧，回去找他唠一唠。啊，是。行了，下一个。大人，再多给一点吧，我女儿已经快饿晕了，你行行好，求求您了。快滚！你这个臭女人真是贪心啊！府尹大人愿意施舍给你们这些贱民，那是你们的福气。你们不感恩戴德，还嫌少是吧？大人，这么点真的不够啊！大人，求求您行行好，求求您行行好！再不走，老子把这些粥全倒了，其他人谁都别想喝。我走，我快不用了，大人，求求你别倒。你他妈谁呀？这就是秦风让你们施的粥，这是粥吗？这是泥水，怎么让人吃啊？直呼府尹大人的名字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我看不想活的是你。你敢打我？你知道我身后是谁吗？可是府尹大人，他可是当朝驸马，代表朝廷过来施粥。你打我，就是在打朝廷的脸。你有几个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嘛？认识这刀吗？绣春刀。那你可知他是谁？小人不知。这位是当朝三公主的驸马，也是北镇抚司总督林天，林大人。啊！而这位正是三公主殿下。驸马公主是我有眼无珠，冲撞了你们，小人该死，小人该死啊！动手！小人该死啊！林天，他没死，这群废物！林天，秦大驸马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要去找你呢。你来这做什么？吃了，这玩意狗都不吃。你也知道狗都不吃，那把这些东西给灾民，他们吃的，你为什么吃不到？林天，你也过头了吧？救济灾民归本府尹负责，不关你的事。看你和三公主风尘仆仆的，还是赶紧回去洗洗睡吧。我们平安回来，你很失望吧？
你在说什么？我不知道。秦风，你将我迷晕，故意释放罪犯，制造越狱挟持人质逃亡的假象。你以为本公主不知道吗？公主，你在胡言乱语什么？我今日一直在忙活，搭建粥棚，购买粮食施粥，我哪有时间搞这些？你可别冤枉我。秦风啊，我看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长涛，在，给我砍了！你敢！我是顺天府尹官居三品，和你同级，你敢杀我？你不知道锦衣卫总督有先斩后奏之权吗？我可是丞相之人，纵然你有权利又如何？难道你敢得罪丞相吗？况且我还是大驸马。大驸马？那你的意思是，这次赈灾是丞相安排你做的？你不要胡说！京城粮食价格高涨，户部就给了我10万两银子，能买到这些已经很不错了。你管这米叫很好吗？这米再差，总比那些树皮、草根好吧？好，哼，好一个比草根树皮好吃，好一个买不起粮食。你当我们是傻子吗？在我杀了赵张二人之后，米价早已恢复正常。你买这种垃圾给灾民吃，你良心过得去吗？10万两白银，有8万两全进了你的口袋。你不配穿这身官服，更不配做驸马。我今天就要为民除害，替天行道。来人，在，把他给我砍了，挂在城门上暴晒3日。你敢！林天，你以为10万两只用买粮食吗？搭建粥棚不需要材料吗？购买粮食不需要人力吗？其中的复杂程度，岂是你能想象得到的？况且我是新官上任，难免有些疏漏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而你林天仗着一丁点权力就可以屠杀官员，你岂不是寒了官员们的心吗？闭嘴！朝廷有你们这样的官员，真是悲哀。不说赈灾这件事，就是你派人挟持公主，也是灭九族的大罪。哼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你这种随意杀官员的行为，只会让朝廷官员人人自危，到时候谁还愿意为朝廷做事？少在我面前装腔作势！你以为巴结上了丞相就能为所欲为？我告诉你，你错了。在我眼里，就算是丞相犯法，我也照杀不误。大言不惭！张涛，在。从你绑架三公主的时候，已经是一个死人了。林天，你认真的？你是驸马，我也是驸马，看在公主和陛下的份上，你也不能杀害我。你做错事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我们的关系？现在晚了。张涛，在。将这次参与赈灾的所有官员抓起来，赈灾一事将由我锦衣卫接管，安抚好灾民。如若干不好，我拿你试问。张涛定让大人满意。不是让我满意，是让灾民满意，是让百姓满意，是让天下人满意。是。好官，好官，好官呐！好官！诸位请起。你们是大梁的根，是我大梁的魂。你们有难，朝廷绝对不会不管的。谢谢大人呐。云溪，我让人送你回宫，我要去张武场。好。恩师，感觉如何？挺好，虽然有点瑕疵。哎，不过我给你张图纸，你还给我把3-8大盖整出来了。行啊，恩师过誉了，还是您给的图纸够详细，要不我这辈子也造不出这等神器呀。行了行了，就别商业互夸了。我问你，这个东西7日内能不能给我整出来？恩师，你这就有些小看我了。今日我已经造出200支和1万发子弹了。工部有这效率？那自然是没有的。不过我把图纸分开后，让京城所有的铁匠铺连夜赶制，最后再交由我工部统一组装。正因如此，才事半功倍嘛。漂亮。破什么啊？漂亮。哦，这样啊，给我送100支枪和5000发子弹去北镇抚司，是时候给朝廷这把刀装备装备了。是，老师。
林天，你给我过来！哎呦，公主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问你，你把秦风杀了？啊，你可真厉害，那可是我的驸马，你一言不合就把他杀了，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他释放罪犯，挟持三公主，意图杀我，还贪赃枉法，滥用职权，我这是替朝廷消灭他。我看你是为了争夺储君之位，铲除异己吧？他不是也想铲除我吗？别怕，本宫又没怪你，只是你杀了本宫的驸马，我就守寡了。这漫漫长夜，人家又怎么睡得着呢？除非你陪我睡。公主，这不太好吧？又不是第一次了，怎么，本宫没有魅力？公主身材傲人，气质优雅，一颦一笑都能牵动众生，岂会没有魅力呢？那我怎么看你心不在焉的？你看你又发呆，想谁呢？哦，是不是在想云溪呢？姐姐问你，你俩洞房没有？没有。云溪那丫头冷若冰霜，想融化她可不容易。要不姐姐帮帮你？算了，我不会强迫她的。我没说要强迫她呀，我的意思是说给你俩创造一场机会，机会来了，不就水到渠成了？那你说说，打算怎么帮？今晚你让姐姐好好舒服舒服，明早我再告诉你。哎呦，这小娘们儿，哎呦，挺猛啊！云天，赵公公，你不是喂马去了吗？咱家养不养马跟你没关系，还是想想自己的事儿吧。我的事儿？什么事儿？前几日你杀了赵白金，昨夜又杀了秦风，群臣正在弹劾你滥杀朝廷官员呢。陛下选你金銮殿觐见，走吧。张德文、宋勇，你们一位是工部尚书，一位是户部尚书，身为朝廷高官，竟公然帮暴徒林天说话，是何居心？哼！丞相，你虽为监国，但也不能胡乱冤枉人。据我所知，林天杀的那都是该杀之人。就说你那得意门生赵白金，他恶意蛊惑粮商张怀忠涨价卖粮，谋取私利，此等行径死不足惜。没错，还有秦风，身为当朝驸马，还是顺天府尹，不但不为朝廷考虑，还逼着难民吃泥沙。此等心肠恶毒之人，不杀难平民愤，不杀不足以慰民心。你二位都是读书人，读书人自然要有读书人的行事作风，而不是像屠夫一样提着刀就砍。他们二人固然是有错，但也应该上报朝廷，再交由刑部收押，最后三司会审。好一个三司会审啊！陛下，丞相，三司都是你的人，能审出什么来？本总督倒想问问丞相，这天下到底是陛下的天下，还是你的天下？无知小儿，在本监国面前敢自称本总督，你用你锦衣卫那一套给老夫乱扣帽子，这天下自然是陛下的，是晋家的。倒是你区驸马，不过是沾了公主的光，你有什么资格进征储君？这大梁永远只能姓晋。不愧能当丞相，
这每一句话都是在铺垫。陛下，臣怀疑林天是为了能够登上帝位，恶意杀害秦驸马，下一个很可能就是段驸马。如果段驸马遇害，恐怕镇北王暴怒之下会做出一些过激的事情来。老臣斗胆，请陛下收回成命。还请陛下收回成命。陛下，臣怀疑丞相滥用监国之权，谋取私利，甚至和北渊勾结，意图谋反，所以臣建议收回丞相监国之权，并交由北镇抚司彻查，在此期间不得与外界接触。恩师说的对，陛下，请收回丞相监国之权。臣附议。放肆！我身为一朝丞相，位极人臣，岂会做出勾结外敌那等龌龊事？陛下，老臣忠心耿耿，日月可见。倒是这林驸马来历不明，无臣清白，臣建议应废除他驸马和总督之位，并交给大理寺彻查身份。都说够了吗？说够了，就听朕说。丞相，赵白金是你的门生，他所做之事跟你有没有关系，朕不关心。但他所做的事情对朝廷有害，你作为监国却置之不理，不加责罚。如今还为他一个死人开脱，你这监国是怎么当的？还有这个秦风，据朕所知，前2日你们来往十分密切，接着又发生泥沙洲的事情，你敢说这跟你没有一丁点关系吗？陛下，朕是信任你，才让你监国，但朕还没糊涂。这些事朕都看在眼里，所以这个监国令交出来吧。陛下，如今朝堂7指之处都是我的门生，如果臣不监国，恐怕会寒了他们的心呐。哦，你是在威胁朕吗？老臣不敢，只是臣一心一意为陛下着想，为朝廷着想，而陛下却卸磨杀驴，臣心有不甘。你可笑至极！丞相，好一个为陛下着想，为朝廷着想，你身为丞相，身为监国，却放任门生吃人血馒头，你可知这天下什么才是根本吗？是百姓，百姓就是这天下的根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你看看你们，不但剥削百姓，还不把百姓当人，凭着读了几年书，就身在高位，不行其事。迟早有一天，这股大水会淹死你。不过是一帮贱民而已，他们拥有的不都是我们给的吗？你给了什么？你给的是压迫。你好好看看这帮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吧，要不是他们种地，你这个老东西连饭都没得吃。你敢骂我？我骂你怎么了？我还打你呢。荒唐啊，荒唐至极！大梁国有你这样的驸马，当真该亡国呀！你敢打我？打得好！你该打。张德文、宋勇，你们2个，老夫记住了。陛下，林天这厮以下犯上，3品该殴打1品，还有天理吗？林天身为北镇抚司总督，虽为3品，但他却拥有先斩后奏之权。林天，你为何动手打人？若是你不说出个缘由来，那么朕就削去你总督职位。这皇帝倒是挺会演戏的。回陛下，我是因为他说错了话才打的他。我大梁国运昌盛，
岂能因为我一个小小的驸马而亡？我看他是妖言惑众，是老糊涂了，我就好心提醒一下他。诡辩！你这是诡辩！就是啊，这就是诡辩，这怎么是诡辩？诡辩就是诡辩，诡辩呢，诡辩！就是够了，在挑事。丞相，快把监国令交出来吧，不然的话，朕就让你告老还乡。陛下，你当真要这么做吗？你个老匹夫，怎么那么多话？让你交就交，小心我一会儿杀了你！杀我你敢？那你就问问我的这群门生同不同意？我有什么不敢？杀一个是杀，杀两个也是杀。不要以为朝廷没了你们，就什么也做不了。你们不想干，比你们有能力的人多的是。谁要是敢替这老混蛋再说一句，我不介意城门外再多挂几颗脑袋。众门生何在？你们，丞相还不赶紧把令牌交出来！从今以后，林天，这监国令由你来掌管。见此令牌，就如同见到朕，所有人等都必须行跪拜礼，朝中一切大小事务都由林天来主持。退朝之后，宋友，臣在。你带林天去通政司学习批阅奏折。臣遵旨。退朝。恭送陛下！陛下！看来陛下是铁了心让这林天继承大统了。不过事情可没那么容易，段王爷可不会坐视不管。段统领，这是最近的奏折，还请过目。黄公公，我来通政司查阅奏折，没违反规定吧？那是自然。陛下同意3位驸马竞争储君，这大梁谁不知道段驸马文武双全，还是镇北王的儿子，未来入主东宫的必然是您呐。低调低调，如今秦风已死，还剩下个林天，查阅奏折的事情可千万不能让他知道。林天，一个来历不明的东西，哪里比得上驸马您呢？咱家看呐，陛下不过是利用他对付丞相而已。在奴才心里，往后登上帝位的必定是您呐。您看这奏折啊，天经地义。他林天就算是来了，奴才也不给他看。如果我今天偏要看呢？放肆！监国还不行礼？监国？如今陛下已经收回丞相监国之权，将监国令交给了林总督。凭什么？我不信！奴才拜见监国。拜见监国。王公公是吧？你在通政司待了几年了？回监国，奴才5年了。去你！你作为通政司掌印太监，你不知道奏章不允许让人看吗？你是想谋反吗？奴才该死，奴才知道错了，请监国饶奴才一命。你刚刚不是说我没有资格查阅奏章？怎么，本监国有没有资格查阅？有，监国自然是有的。那你说说，私自查阅奏章，该当何罪？说！死罪！段振宇，你身为御林军统领，不好好例行公事，来这看奏折，谁给你的权利？林天，别以为你成为监国就能为所欲为了，不过是空架子而已。就凭你锦衣卫那群酒囊饭袋，这监国令迟早得换人。不管怎么说，这监国令在我手上，
我就监国一日。你作为御林军统领，擅离职守，私自查阅奏折，其罪当诛。但本监国念你初犯，可饶你一命，但是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林天，你想干什么？来人，拖下去，杖责30。记住，给我好好打。若是他要反抗，视为谋反，就地格杀，直接杀了吧。林天，你会后悔的。王公公，你作为通政司掌印太监，让人私自查阅奏章，知法犯法。监国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监国，拖下去，斩了！饶命啊，监国！监国饶命啊！有权利真好啊。监国，这是奏折，请查阅。有权利真好啊！哼，一句话就可定生死，爽。镇北军开拔？什么？镇北军开拔？他们要去哪儿？不知道，奏折上只有这几个字，是苍县县令呈上的奏折。苍县县令？苍县在北凉境内。糟糕，恐怕要出大事了。不必惊慌，我先让锦衣卫去查探一下情况。那林天也太不是东西了，竟然将驸马你打成这样！要不是我会的功夫，恐怕早就被打死了。这林天，我定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！如今他得到了监国令，又掌握着锦衣卫，看样子陛下是准备让他入主东宫了，恐怕不好对付。离门！我段家绝对不会让一个来路不明的家伙当皇帝。驸马，我支持你。若你登基，老夫必定率群臣为你马首是瞻。我登基个屁呀！要登基，也是我父王登基。驸马，你的意思是？我父王已率大军驻扎城外100里，如今只要丞相大人帮我一把，大事可成。那时你依然是丞相，你依然是监国。驸马要我怎么做？来，你先这样，让我打上。公主舞姿曼妙，优雅高贵，真是大饱眼福啊！监国深夜造访，有何贵干啊？看来公主一直在装疯啊。深宫之中，不傻一些，还有活路。那为什么今天不装了？累了。这是静云熙母亲的遗物，也是墨门的门主令，给你。这么痛快？不想装了，留着也没意义。当年的事情本就是我爷爷不对在先，静云熙的母亲也是受害者，她静云熙更无辜。本来我打算拿着段振宇偷阅奏章、应该格杀的理由来威胁你，看来是多余了。我与他无半分感情，若我不想给，你威胁也没用。
没有感情？那天你为什么帮他说话？不是说了，双峰而已，让人捉摸不透，不是更好吗？本宫乏了，千国请回吧。不过我还是很好奇，为什么不想继续装下去？看透了人心，看透了人生，常伴多年的人也有异心。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什么意思啊？镇北王要谋反篡位。果然如我所料。公主，告辞。大人，这么晚叫属下来，是有什么紧急任务吗？工部送来的东西安排下去了吧？已经给100个准得好的兄弟配上了。那就好。镇北王要造反。什么？镇北王造反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你派人去城外查探，另外将100名配枪的锦衣卫安插在宫内，随时听候差遣。是。最近几日恐怕不太平了。大人，恐怕今夜就不太平。怎么说？据探子来报，今夜除了御林军统领、工部尚书和户部尚书之外，其他官员都突然去了丞相府议事。重要职位都没人，若出了事，立刻就会陷入混乱。而且御林军统领段振宇就在皇城，他是镇北王之子，那岂不是……等等，现在什么时辰？大人，现在已是卯时，天快亮了。快进宫！是。陛下，要不您还是吃点东西吧。朕没胃口，吃不下。要不奴才让御膳房给你做点粥，您不是喜欢瘦肉粥吗？老赵啊，你呀，就不要多说了。朕呐，吃不下就是吃不下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不知道朕的脾性吗？奴才也是关心陛下。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奴才去看看。林天，你回来了。云溪，镇北王恐怕要造反，宫中有异常吗？不可能吧？镇北王为何突然造反？来不及解释那么多了，我等会儿找人保护冻离宫，任何人别想进来。你要去哪儿啊？乾清宫，你父皇可能有危险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你好好待着，如果真出事，我真顾不过来。如果你真出什么意外，我怎么办？那我呢？你就不关心我吗？哎呀，你是圣女，谁敢动你啊？再说，我还要找你帮忙呢。不帮。你不帮是吧？太上服，怎么？不想帮忙？你就只会欺负我！哼！城外那30万大军，我就交给你了啊。30万大军，我又不是神仙，这我怎么解决啊？你是圣女，怎么解决不了？本圣女可没有办法。不过大祭司已经到京城了，以他带来的镇魔卫，
对付30万大军应该足够了。那镇谋卫有多少人10人。？10人？10人？啊！老狗，感谢你给本统领开门呐！段振宇，段振宇，你干什么？你要造反吗？造反？我只是顺天而为。他晋瑶软弱无能，北渊都欺负到头顶上了，还不敢北伐？陛下，陛下快逃！不知死活！陛下，老奴先走一步。老赵，真是主仆情深呐！陛下，看你这虚弱的样子，多难受啊！不如就让我亲自送你一程吧。朕待你不薄，对你段家更是百般照顾。你们为什么要造反呢？没有为什么，只是那北凉太过贫瘠，哪有这京城富饶啊？我父王戎马半生，也想体会体会这京城的繁华。农夫与蛇呀！早知如此，朕真后悔当初没砍了你父亲的头。可怜我昏庸，不仅封他为王，还让你来当驸马。可怜我的女儿啊！别提你的疯女儿，可怜的应该是我。为了我父王的大业，我和那疯婆娘在一起5年，5年呐！你知道我这5年怎么过来的吗？尔等身为皇家御林军，如今却和贼人造反，你们还有一点军人的精神吗？还不快束手就擒！抱歉，我们是镇北军，可不是那些连战场都没上过的废物。看来御林军已经被镇北军渗透了，那就杀了吧。小子，去死吧！神枪队，杀光他们！救驾！林天，又是你在杂碎！段振玉，赶紧放了陛下，小心我将你碎尸万段！放了他？你是把我当傻子吗？放了他，我不就得死？退出去！我让你们都退出去，不让我掐死他！大人，怎么办？退出去！可是退出去！不要听他的！走，把你手里的武器丢掉，然后慢慢的走过来。林天，不要听他的，不要放下武器！不要！你带着云溪赶紧走，告诉他，我对不起他们母女俩。当初是我没能实现给他武器的承诺，我死后我会亲自给他赔罪。死到临头了还装深情，你知不知道你很恶心呢？陛下，快走，林天，走啊！陛下，我既然来到了这儿，我虽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但是云溪已经嫁给了我，你就是我的亲人，我怎么可能见死不救？你之前不是很得意吗？北镇抚司总督监国，那是狗屁！从今天起，你就是一条狗，我要把你绑起来，像狗一样活着。段振玉，今天我可以死，但你也活不了。城外驻扎30万镇北军，你说我怎么活不了？你知道太上书院镇北司吗？当然，能去那里的人，每一个人都是高手，随便一个都可以镇压数万大军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既然你知道就好。现在太上书院的大祭司正带着10名镇谋卫前往镇北司的驻扎地，束手就擒吧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骗我？太上书院凭什么去？难道他们是你请来的吗？他们因我而来，也因我而去。够了，林天，跪下，取2声狗叫，说不定还会给人留句全尸。世子不好了，镇北军全军覆没了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镇北军全军覆没了。你再说一遍。镇北军亡了，王爷也自尽了。
太好了！你们这是咎由自取，死有余辜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怎么会这样？段晨玉，你输了，赶紧放了陛下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休想！事已至此，告皇帝，你就去死吧！陛下，段晨玉，我杀了你！给我杀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凌天，真要把皇位传给你，你要答应我，带领大梁走向辉煌，造腐败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父皇，你走了，我可怎么办啊？你父皇让我告诉你，他对不起你和你母亲。他下去后会和你母亲亲自请罪。父皇，一路走好。姐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这就是行掌天下权，醉卧美人膝的感觉吗？不过，当皇帝虽然是万人之上，可整天都待在这皇宫，还得处理国事，得把人关疯了。我还是做个清闲驸马算了。对，就这样。好，诸位平身吧。谢陛下。朕呢，今天要宣布一件事情。本来我只是个外姓人，做这个皇位有很多人不服气，甚至外面也是名声载道，所以朕想把这个位置禅让给云溪。不知诸位意下如何？这女人当皇帝，历朝历代可都没有这个先例。是啊，女人怎么能当皇帝？怎么当皇帝呢？就当人怎么能当皇帝呢？好了，我说可以就可以，谁要是不同意，就问问我锦衣卫的绣春刀。陛下，臣觉得可以。臣附议。那你们呢？臣等附议。云溪，这个位置你来坐吧。云溪，这是你母亲的遗物，我给你拿回来了。凌天，谢谢你。即日起，朕封凌天为亚皇，见他如见朕。另外，因丞相自知罪孽深重而投井，丞相一职空缺。宋友，臣在。你接任丞相一职。谢主隆恩。有事禀奏，无事退朝。恭送陛下，恭送亚皇。讨厌！别在外面说这种话，回去再说。好嘞，我的女帝老婆。